巴菲特现在手握1500亿美元的现金，这在很多人眼里是波克夏海瑟薇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错误。财经记者在镜头前滔滔不绝，说他失去了昔日的锐气。许多年轻投资者在社交媒体上肆意嘲笑，说他太老了、太慢了，说他太害怕在这个市场里部署资本。我看住这些喧嚣，只是默默喝了一口茶。说这些话的人根本不懂什么是真正的财富，他们把这笔现金看作是迟钝的象坎，但我说他们是白痴。那巨额的现金根本不是错误，而是武器。没人看懂这一点，这完美说明了为什么大多数人一直穷住，而只有极少数人能变得荒谬的富有。巴菲特累积这1500亿美元，从来不是一场意外。他是靠著做一件大多数投资者在心理上根本办不到的事，好几年什么都不做。人们总有一种错觉，以为行动就等于聪明，以为只要把钱投出去，就是在向财富迈进。当其他人为了追逐报酬而疯狂交易，说服自己行动等更智慧的时候，他们根本不懂，手里的现金不是为了此时此刻的富有，而是为了在世界起火时能拥有一种被称为选择权的东西。我花了几十年的时间看住无数人把自己的基业搞垮，不是因为他们愚蠢，恰恰是因为他们太想展现自己的聪明。他们把盲目的行动误认成了进步，他们坐在椅子上犹如针毡，非得做点什么，买点什么，投资在某个地方不可。在一个狂热的市场里，手里捏住大把不生息的现金，感觉就像是在认输，就像是眼睁睁看住机会溜走，被时代赶在后面。那种心理上的痒，那种必须行动的冲动，就是现金，而且非常昂贵。别人以为你在错失机会，其实你是在等待别人的破产。让我来告诉你，现金到底是什么？现金是流动形式的耐心，是对平庸机会勇敢说不的能力，同时也是在等待非凡机会时的底气。它是一道分水岭，划开了被迫行动与选择行动的界限，划开了绝望与力量的泥沼。做生意就像是在浩瀚的大海里造船航行，很多人只顾住把帆造得无比巨大，好在风和日丽时跑得比谁都快。但我造船第一件事是往船底放一块最沉的压舱石，顺风时这块石头显得既多余又笨重，拖慢了速度。可一旦狂风骤雨袭来，这块看似无用的石头就是你唯一能不翻船的依靠。生存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现金，不是信用额度，不是杠杆，也不是你在紧急时刻才能动用的房屋贷款。它就是不欠任何人任何东西的钱，就那样静静地摆在那里，无聊又有耐心地等待住混乱。岁月教给我们的最深刻的一课，往往是吃尽苦头后才烙印在骨血里的。巴菲特和我都看过大萧条时期人们的真实遭遇，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聪明人，那些自以为极度理性的人，他们手里握住厚厚的资产证明，有周密的计划，拥有一切，唯独在最需要救命的时候，没有流动性。当市场毫无切兆的崩盘，银行接连倒闭，信贷瞬间枯竭时，那些曾经令人羡慕的资产，一夜之间变得毫无价值。这背后的原因，不是底层的价值凭空消失了，而是因为系统里再也没有现金，没有买家，剩下的只有被迫贱卖和漫天的恐慌。机会从不敲门，它只是悄悄站在门口，等你准备好了，它再进来。活下来的人从来都不是拥有最好资产的人，而是那些手里握有现金，能够在深渊底部从容买进的人。而那些曾经嘲笑现金无用的人，此刻正在被无情的清算。这个血淋淋的教训塑造了波克夏海瑟薇的一切决策，也同样贯穿了我几十年的经营哲学。我们经营公司永远是建立在一个残酷的假设之上，可怕的事情随时可能降临。所以我们保持低负债，手握大量现金，永远为最坏的情况做足准备。因为最坏的情况它总会来的，世界总会起火，这只是时间问题。当这场大火蔓延时，手里的现金就是你不欠任何人，不看任何脸色的底气。
在所有人都需要钱而没人有钱的时刻，拥有现金的人就成了国王。他们将拥有完全翻转权力动态的力量。许多人在商海里扑腾，总觉得借钱生钱是致富的捷径。多数公司的执行长为了美化财务报表，迎合分析师的预期，拼命加杠杆来提升报酬。他们总能说服自己，认为这次不一样，认为繁荣的周期不会转向，认为自己足够聪明，能看到危机来临并及时脱身。他们错了，每一次都错得彻头彻尾。在我的眼里，债务从来就不仅仅是一种金融工具，它是一场严苛的性格测试。而残酷的真相是，大多数人在这项测试中败得一塌糊涂。杠杆就像是一面放大镜，它会无差别地放大一切。如果你聪明，它固然能放大你的智慧，但如果你愚蠢，请记住，大多数人在最糟的时刻都会变得愚蠢。杠杆就会把一个普通的错误变成一场万劫不复的葬礼。杠杆能放大你的聪明，但市场总有办法逼出你的愚蠢。我看过太多绝顶聪明的金融天才，最终用杠杆亲手毁掉了自己。曾经名噪一时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，团队里坐驻2位诺贝尔奖得主，那些都是聪明绝顶的人，拥有最精密、最无懈可击的数学模型。但结果呢？他们差点拖垮了整个全球金融系统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太过聪明，聪明到无法想象自己会出错。这就是杠杆最可怕的作用，它彻底抹杀了你犯错的空间，让错误从痛苦的教训直接演变成灾难性的毁灭。做生意，判断失误是常有的事，一笔糟糕的决策，一次意外的行业冲击，一个计算上的小失误，如果是用自有资金，你顶多是受伤包扎一下还能重新站起来。但如果你加了高杠杆，你不是受伤，你是完了，因为你根本没有时间去恢复。你的债权人不在乎你长篇大论的商业逻辑，不在乎你所谓的长期价值，他们只要钱，而且是立刻就要。在香港，我看过无数的高楼拔地而起，也看过许多不可一世的商业帝国轰然倒塌。有些年轻的商界朋友拿住厚厚的计划书来找我，满篇都是如何利用高杠杆收购，如何以小博大。我总是笑住听完，然后问他们一个问题：如果老天爷突然下起大暴雨，你的屋顶漏水了，而银行又要收伞，你拿什么补？他们往往答不上来。他们只算到了晴天的收益，却从未为雨季留下买瓦片的钱。借来的从来不是钱，是你向命运透支的容错率。现金给了你思考的时间，等待的时间，让你的错误在变得致命之前得以痊愈的时间。在长河系几十年的岁月里，我始终抱持住一种如履薄冰的心态。我经营公司的底线就是永远假设经济萧条随时可能降临，因为危机不是可能发生，而是必然发生。当巨大的风暴席卷而来，那些半年前还拥有完美资产负债表的公司，会突然低下高昂的头颅，不计任何代价的祈求资本。恐慌像瘟疫一样蔓延，而手握现金的人不恐慌不绝望，只是静静的看住，有耐心的等待。到了那一刻，那些在正常时期绝对不会向你低头的公司，会把世代级的交易条件拱手送到你面前，只因为他们绝望，而你没有。有现金的人变成了掠食者，而其他过度借贷的人只能沦为猎物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常说，做生意如同走钢索，手里拿住长杆保持平衡还不够，你的脚下必须始终踩住坚实的平地，保留弹药活下来。因为在岁月的长河里，最终胜出的从来不是那些跑得最快的天才，而是那些懂得保持流动性的人。商界里有一个流传甚广的错觉，以为只有不断的奔跑才能到达财富的彼岸。但如果你静下心来回顾那些真正跨越了周期的家族，你会发现一个截然相反的真相：大钱从来不是在频繁的买进或卖出中产生的，大钱是在漫长的等待中赚来的。我看了75年的商海起伏，见过各种各样的名字，炒作过各种各样的资产，但结局总是惊人的相似。这个世界的财富系统
本质上是设置成奖励、冷静、惩罚情绪的。多数人恰恰把这一点搞反了，他们觉得当全世界都在狂欢或者哀嚎时，自己总得做点什么。你可能会觉得什么都不做听起来很容易，不过就是坐在椅子上不碰任何东西，这有什么难的？大错特错。当全世界都在对助你尖叫、催促你赶紧行动时，什么都不做，其实是投资与经商中最困难的心理挑战。试想一下那个场景，你的朋友在饭桌上吹嘘他最新的交易又赚了20%，财经新闻里每天都在播报哪个市场又要飙涨，你身边的每一个讯号都在暗示你，聪明人都在行动，赢家从不闲住。在那种环境下，要你手握住不生息的现金，看住别人似乎都在变富，那种心理上的折磨，多数人的自尊心根本承受不了，他们最终会崩溃，说服自己去追逐那些平庸的机会，仅仅是为了让自己感觉有生产力。聪明的不作为不是懒惰，而是克制自己不去捡地上带血的铜板。聪明的不作为是一种主动的纪律，它是当你的直觉尖叫住要你赶快下注时，你依然能稳坐如山的定力；是当你因为持有现金而感觉自己像个白痴时，依然能忽视那些仅仅是还不错的机会，耐心等待伟大机会降临的魄力。巴菲特和我从来不试图去预测市场的走向，我们唯一的优势就是试图比大多数人保持理性的时间更久一点。这无关乎绝顶的智慧，也无关乎神秘的内线消息，它需要的只是你愿意忍受无聊，愿意给足耐心，让时间和复利去做那些最繁重的工作。没人会主动告诉你，真正的绝佳机会从来不按时间表出现，他们不会在你资金最充裕、心情最放松的方便时刻温柔地敲门，他们往往在灾难中爆发，在极度的恐慌中显现，在所有人都恐惧到无法清楚思考的绝望时刻悄然而至。漫长的岁月里，我放弃过数以千计甚至万计的投资项目，其中有许多看似利润丰厚，少数后来甚至证明是非常棒的机会，但我依然选择了放弃，因为他们在当时并不完全符合我严苛的安全标准。我早期也曾错过了一些伟大的公司，那些是因为我不作为而犯下的错，代价高达数十亿。但是请注意这其中的本质区别，那些代价高昂的错误是因为我没有行动而产生的，而不是因为我愚蠢的盲目行动了。做生意，我宁愿犯下那种错失利润的错误，也绝不容忍另一种错误，那种因为坐不住急着求成而买下愚蠢资产，最终永久性摧毁本金的致命错误。这里藏住一个极其冷酷的悖论：你交易的越多，行动的越频繁，做出的决策越密集，你犯下致命错误的几率就越大。在资本的世界里，犯错和做对一样，都会产生复利效应，只不过一个是让你上天堂，另一个是推你下地狱。聪明的不作为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你犯错的表面积，它迫使你屏息凝神，只等待那些胜算大到毫无悬念的机会，而不是每天花费心力去说服自己，那些边缘的蝇头小利也值得冒险去追求。如果你已经过了50岁、60岁，明白了这个道理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攸关生死，因为在这个年纪，你已经失去了从重大财务灾难中重新站起来的奢侈，你没有下一个30年去让复利慢慢修复你的损失。在危机来袭之前，唯一理性的策略就是持有一笔远超你心理舒适区的现金，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，接受自己在等待伟大机会时看起来有些无聊甚至愚蠢的事实。当别人在高点吹嘘虚幻的报酬时，让他们去吹嘘，因为当周期转向无可避免的危机来临时，你有的是现金和选择权，而他们剩下的只有无尽的损失与懊悔。金融界的教科书里写满了分散投资4个字，各种理财专家都会苦口婆心地劝你要买几十只不同的股票，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，这样就算爆掉一个，你还有其他保护。但在我这个做了一辈子实业的老头子看来，
这种被奉为规梗的多元化，对真正懂得自己在做什么的人来说，简直是疯狂的建议。多元化其实只是对无知的一种保护。如果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买什么，当然需要买很多不同的东西，祈祷其中几个能碰巧走运。但这种制度化的平庸，虽然能保证你不会失去一切，却也死死地锁住了你，保证你永远无法达成任何非凡的成就。你最终只会落得一个平均的、舒适的，却又相对贫穷的结局。早年我在商海摸爬滚打时，也曾迷恋过捡便宜。那时候去买那些以深度折扣交易的糟糕企业，想尽办法挤出里面残存的最后一点价值，然后拍拍屁股走人，继续寻找下一个目标。这就像是在街边捡起一根别人丢弃的雪茄蒂，虽然还能免费抽上最后一口，但滋味实在令人不悦。这种策略在早期确实能赚到些钱，但它让人精疲力竭。渐渐的，我明白了一个残酷的道理：时间是劣质企业的死敌，却是伟大企业的自由。坏企业就像一个漏水的木桶，需要你日复一日的持续干预，耗费巨大的心血，才能勉强保持平庸。但伟大的企业不同，那些拥有强大竞争优势、拥有定价权、管理层值得信赖的公司，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自动为你复利。当经济面临顺境时，时间从敌人变成了我们最坚实的盟友。这就如同一位智者曾教导巴菲特的那个关键洞见，那是一个改变了一切的商业真理：以合理的价格买下优秀的企业，远比以优秀的价格买下合理的企业要好得多。一个策略能够完美的规模化，而另一个则注定走到死胡同。您可以合理的价格买入非凡，绝不以非凡的价格买入平庸。大多数人之所以在财富的门外徘徊，是因为他们骨子里是个过客。他们像交易员一样思考，像追逐季度奖金的打工者一样思考，眼睛里只盯住短期的表现。但当你开始像一个真正的所有者那样思考时，你眼前的世界会完全改变。你不再焦虑地问我能低买高卖翻什么赚钱，而是开始扪心自问我能永远拥有什么。你停止看那些跳动的股票代码，开始审视企业的真实品质。你停止在意市场的嘈杂噪音，开始深究长期的基本面。所有者绝对不会用杠杆去赌企业的生存，所有者宁愿显得无聊但安稳地活下去，保留实力去打下一场仗，也绝不为了显得激进而冒住全军覆没的风险。这就要求你必须懂你在买什么。很多人去投资那些他们根本看不懂的科技股，或是盲目追逐虚拟货币，仅仅是因为害怕错过，害怕别人赚钱自己没份。他们从来不问自己是否真的理解那些复杂的业务。那根本不是投资，那是多了一道手续的赌博。真正的智慧不是无所不知，而是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能力圈边界在哪里，并对自己不懂的东西保持残酷的诚实。我们从不假装理解某个复杂的东西，只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显得很聪明。如果你真的下足了功夫，深入理解了一家企业，确信它的价值，并且胜算已经明显偏向你，那你为什么还要用40个其他平庸的想法去稀释这份难得的优势呢？避开那些散发助腐臭味的雪茄蒂，专注那你真正能看懂的品质，付出合理的价格，然后集中资本。你不需要拥有什么博士学位，你需要的只是纪律、耐心，以及承认某些东西在你能力圈之外的谦逊。把财富的种子播撒在肥沃的土壤里，然后把它交给岁月。人生是一场没有回程的远洋航行。年轻的时候船轻，遇到风浪翻了，大不了游回岸边重新造一艘。但当你过了50岁，过了60岁，这场游戏的规则就彻底改变了。那个时候，你不再是为了试图变富而拼命，你唯一的任务是保持富有，保存你用大半生心血建立起来的东西。很多人对数字有一种天真的误解，如果你在市场里亏损了50%，你需要赚回50%就能回本吗？错了，你需要赚100%。如果亏损了75%，你需要赚300%。若是亏损了90%，你需要赚900%。这从来不是什么深奥的商业哲学，
这是冰冷无情的算术。从重大损失中恢复不只是困难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尤其当你不再年轻，你没有30年的岁月可以让复利去修复你的损害。一个重大的错误，一个在市场转向时过度杠杆的部位，你的退休金就没了，不是受损，是彻底没了。我经历过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，也见证了2008年的金融海啸。我看到香港房地产市场崩盘，看到泰国货币崩溃，看到印尼内爆，那些6个月前还有驻完美资产负债表的公司，突然之间变得一文不值。在这场残酷的淘汰赛里，杠杆会先杀死最激进的人，然后恐慌会杀死其余的人。在大灾难中，最终幸存下来的，从来不是自作聪明的天才，而是流动性最高的人。他们手里有现金，所以他们能思考，他们能等待。当尘埃落定，他们从绝望的人手中以萧条的价格买进优质的资产。那个财富转移的模式，每隔10几20年就会重演一次。不同的地理位置，不同的触发因素，但同样的机制，财富永远从过度杠杆和没耐心的人手里转移到流动和冷静的人手中。所以，身为一个过来人，我给你的建议非常实在：仔细计算你24个月的固定成本，包括房租、食物、保险等一切开销，把这笔钱留作现金，碰都不要碰，它是绝对不可协商的。即使市场在疯狂尖叫助买进，即使所有人都嘲笑你太偏执，那笔无聊的现金也是你对抗愚蠢、坏运气和不可避免危机的终极保险单。如果你无法维持这个纪律，你根本不是投资者，你只是一个赌徒。而赌场的庄家总会赢。人到了45、50、60岁，需要对自己做出一个诚实的选择：你是想看起来富有，还是真的富有？这完全是2个不同的目标。看起来富有需要不断的花费去维持表象，而真的富有需要你拥有生产性资产，并让他们不受干扰地为你复利。每一块被锁在非生产性资产里的钱，无论是过度奢华的豪宅，还是用来炫耀的名车，就是一块不能为你复利、不能帮你抓住机会的钱。我看到过太多人用尽一生力气，只是为了向别人证明自己过得很好，却失去了应对危机的灵活性。真正的财富不是关单如何成为房间里最聪明的人，而是关单如何不愚蠢的足够久。识别3到5个你真正理解的企业，有持久优势的，把资本集中在那里，然后持有一生，让时间去做那些繁重的工作，不要频繁交易，不要事后猜测。人生下半场慢的路是唯一走得通的路。活到90多岁，我可以无比确定地告诉你，慢慢建立的财富倾向暧昧留下，快速追逐的财富倾向暧昧消失，这同样是不可违背的算术。夜深人静的时候，诚实地问问你自己，你是在建立自由，还是在装饰你的笼子？你在累积会复利的资产，还是在累积会消耗的负债？当下一次危机来袭，市场崩盘，周围所有人都在恐慌时，你晚上能睡得住吗？我看过太多人听完这些道理，点点头表示认同，然后转过身，马上又去追逐下一只热门的股票，或者强迫性的查看他们的投资组合。多数人永远学不会在狂热中安静地坐住。不要成为大多数人，茶已经凉了，话也说透了。如果你能听懂这些有些枯燥、有些逆耳的道理，并将它融入你往后余生的纪律中，那么这份跨越周期的平静与富足终将属班尼。